2007年《色戒》上映，汤唯和王力宏一起出席活动。在拍照时，汤唯对王力宏说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趁机把手放在我腰上？”向来被称为绅士的王力宏面露尴尬，只好微笑着回应：“不把手放在你腰上，我这手就无处安放啊！这样合影正合适，也是最舒服的。”汤唯并不接受，她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倒是合适了，可我不舒服啊，我就穿了一件薄薄的裙子。”王力宏只好妥协：“好吧，我就把手轻轻搭一下，不会真的搂上去。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影，王力宏的手都是那样无处安放。当时这个消息爆出，很多人质疑汤唯装清纯，更多的人则在夸奖王力宏。从手部细节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绅士的人。如今再回味当时的情形，不得不说汤唯真是一个清醒的人。据说当年汤唯嫁到韩国，老公金泰勇经常在她面前提起：“既然你都嫁过来了，就把国籍也改过来吧。”婆婆也在旁边添油加醋，暗示汤唯要改国籍。结果汤唯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让他们哑口无言。有一次，老公又对汤唯提起改国籍的事，汤唯很认真地看着老公，对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改国籍的事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。”见到妻子如此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从此金泰勇再也没有跟汤唯提过国籍的事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那种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清醒认识，从来都是汤唯身上独有的品质。一部《色戒》让她一夜爆红，但也备受煎熬。2000年，李安执导的武侠片《卧虎藏龙》上映，全球票房2.14亿美元，并且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。当时这部影片让张艺谋非常震撼，受此启发，张艺谋也决定拍一部武侠电影，而且一定要有大制作。2年后，张艺谋拍出了《英雄》，这部电影成了中国商业大片的里程碑。但是这些电影相较于李安后来准备筹拍的电影都显得魄力不足。那部电影叫《色戒》。2006年，李安拿到《色戒》的剧本，他一边看一边流泪，一边又决心把它拍好。得知大导演李安要拍电影，很多女明星纷纷找来。在《卧虎藏龙》中和李安有过合作的章子怡找来，非常希望能够出演，但是李安拒绝了，不是因为片酬，而是因为他认为章子怡的大女主气场与王佳芝不符。李安曾邀请过舒淇和刘亦菲，但两人在看过剧本后，非常遗憾地选择拒绝。当时李安已经盘算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，就让章子怡出演。这时候汤唯出现了。彼时的汤唯在2年之前出演了自己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镜花燕子》，通过这部影片，她获得了百合奖优秀女演员，而且和电影里的男主角田雨因戏生情，成了恋人。两人已经同居，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遇到李安时，汤唯已经27岁，这个年龄的女星在娱乐圈正是尴尬的时候。此时不红，这辈子或许就这样了。李安见到汤唯眼前一亮，这才是他想找的王佳芝。第一次去试镜，汤唯不知道的是，导演递给他的是一个假剧本。很久以后，汤唯接受杨澜的采访，杨澜问：“演李安导演的电影时，你犹豫了很久吗？”汤唯回答：“见到导演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试镜的剧本也是假的，但在和导演聊天的过程中，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很多东西，我觉得他能看透我所有的人生，我觉得我在他那里能获得很多知识和能量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就想，要是能和他一起工作就好了。”和汤唯聊天过后，李安才拿出真正的剧本。汤唯看完后表示自己需要考虑，汤唯将剧本拿给自己的父母。作为画家的父亲看后沉默了很久。第二天，母亲告诉汤唯：“我和你爸爸尊重和支持你的所有决定，但你要想好，你会得到很多，但也会失去很多。”其实汤唯早就想好了一切，她选择出演。在电影开拍之前，李安做了很多准备，他耗资1000万，花3个月时间重新搭建了南京西路的场景。这个场景原本是周星驰拍摄功夫时搭建的猪龙城寨的场景。另外，李安将汤唯送去特训，学习苏州评弹来培养气质，还要学习上海麻将，习惯穿旗袍和高跟鞋走路，要学习上海口音，所有的一切要符合人物形象。为此，李安甚至要求汤唯将腋毛留长，这对演员来说都是煎熬，但等到真正开拍，汤唯才发现，原来等待着她的是更大的煎熬。汤唯在《色戒》中的牺牲真的远不止那几个镜头。《色戒》的故事很简单，但最重要的是其中的3场重头戏。据说这几场戏拍了很长时间，在拍摄时，导演李安将其他演员清场，现场只留下导演、摄像和作为主演的梁朝伟与汤唯。李安是一个心思细腻但又要求严格的导演，唯其如此，那一场场不断重复的戏份让梁朝伟和汤唯近乎崩溃。据说当李安终于拍到自己想要的镜头时，他大声喊咔，
结果梁朝伟和汤唯却在片场抱头痛哭。电影上映后，这几场重头戏特别震撼人心，坊间流传出很多传闻，网友们揣测梁朝伟和汤唯是假戏真做，这样的揣测是没有道理的。作为导演，李安选择用这3场戏来说明人物内心的一步步深入与变化，这是最贴近小说原著的展现。第一场，两人在相互试探，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就像是一只捕猎的猛兽。第二场，两人有了相互交流，汤唯饰演的王佳芝嘴角微微一撇，说明两人身份的转换。等到第3场，这2个深陷时代洪流中的孤独个体融合在了一起，没有了猎人和猎物的身份，他们只能变成自己。遗憾的是，对于李安一心想要表达的这种感受，很少有人用心体会，更多的人看到的就是镜头最直接的表现。电影公映之后，作为新人的汤唯一下子火了起来，但同时她也失去很多，男友选择和她分手。田雨在采访里说，作为演员我敬佩汤唯，但作为男人我没法说服自己，很真实也很残忍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汤唯早已知晓。在决定出演这部电影时，汤唯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，虽然后来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她的预估，色戒大火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奖，但不久汤唯却被封杀了。对此，汤唯并不后悔。我们总是要明确我们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，并且接纳必定伴随的失去的部分。汤唯想要的就是像烟花一样完美绽放，至于绽放后的结果，只能坦然面对。对于汤唯被封杀，很久之后，娱乐圈中的毒舌大魔王金星却为他鸣不平，要封杀就把李安、梁朝伟都封杀了啊，欺负我们汤唯干什么？所有外界的支持其实就像锦上添花，别人的几句话根本不能改变什么。雪中送炭难，锦上添花易。当时的李安都意识到汤唯即将面临的局面，好在他提前做好了安排。李安认汤唯做了义女，同时他让汤唯签约到了自己的朋友公司。不久之后，汤唯以出国游学的身份去了英国。那些清醒而努力的人，运气从来不会太坏。在李安的安排下，汤唯到了英国，开始学习英文和舞台剧。那段时间对汤唯来说是最辛苦的，但也是成长最快的。到了英国，他没有太多钱，英语也说不流利。为了赚钱，他像很多艺术家一样，到街头搞行为艺术。他在脸上铺了很厚的粉，穿上桌布做的衣服，到广场做雕塑，面前是可以让游客投钱的帽子。他戴着耳机努力学习英文。很多人觉得汤唯很惨，但那段时间恰恰给予了他无限提升自己的可能。汤唯的努力和清醒真的会让很多演员脸红。很久之后，在谈起那段经历时，汤唯很开心。我的世界变大了，看到了各种文化，我就像个外星人，每天遇到的事情都应接不暇，特别过瘾。他开始接纳自己的心声，所有失去的一切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3年之后，汤唯和张学友合作了文艺片《月满轩尼诗》，那个周身散发着文艺光彩的汤唯缓缓归来了。接着，汤唯出演了《晚秋》。在这部电影中，她遇到了自己后来的丈夫金泰勇。归来之后的汤唯，隐隐然已经成了很有底气的女明星。那种自信，并不单是脸上的微笑，还有心底强大的自我认知。古人说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经历过娱乐圈各种灯光绚烂之后的汤唯，早已经体会到了这种心境。有时候，人生的得失就像大海的起落，大海从来不会因为潮起而开心，也不会因为潮落而悲伤。潮起潮落只是大海的常态，而人生的得失何尝不是一种常态？看过云卷云舒，才知道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是另一种生活。女神汤唯值得让人点赞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各位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这里是于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